这门课离散数学，我们第一个介绍的这个主题是所谓这个 logic 啊。那因为前面这个 fundamental 部分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所以前面这部分我基本上就很简单很快的大概介绍一下。逻辑基本上构成的这个基本的元件是这个所谓叫 statement 的东西啊。假设我用这个 P 表示这个一个 statement。P 表示 statement， 那通常这个 statement 有两个值啊，就是true 跟 false， 就真跟假。这两个值是 either 是 true 或者 false 啊，然后后面可能会 t 跟 f 来表示，或者用1跟0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有两个值这个 statement 啊。比方说，好，这个 statement 说 20 is a multiple of 3啊 ，multiple 是什么意思 ？multiple 是倍数的意思啊。他说20是3的倍数，那很明显这个 statement 是什么？是 false， 因为20不是3的倍数啊。一个数是另外一个数的倍数，就是说它可以等于另外一个数乘上一个整数啊。通常这个因数跟倍数都是只对这个整数而言。所以20不是3的倍数啊，所以这个 statement 的true 跟 false 是 false 的 ，OK。那这是原来的 statement 是 P 啊，那我通常有它的一个否定，那这个否定通常有标成不同的方式，那我通常用这样写啊。那这是 P 的否定啊，那通常我们叫做这个 not P。所以 P 的否定，比方说刚才这个20 is a multiple of 3， 它的否定就是这个20 is not a multiple of 3， 对不对？20不是3的倍数。所以刚才那个statement 是 false， 现在这个 statement 就会 true， 对不对？原来 statement 是 true 的话，它的否定 statement 就 false， 所以以此类推。所以我们通常呢表示这个东西可以用一个这个所谓这个真假值表，就是所谓 truth table。好，比方说 P 可能有两种可能嘛啊，不是 true 就是 false 啊。那比方说我们用1跟0来表示啊，它是1或者是0， 1是 truth， 1是 true 啊，那这个0是 false。好，那这个 not P 啊，就是非 P 的否定的话。这个 true 就会变 false， 这 false 就会变 true， 对不对？这很简单嘛啊，就是真就变假，假就变真。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这个 not 这个否定再否定一次，就是 not P 的否定啊。那还是一样，就刚才一样，就跟这个运算跟刚刚一样嘛，前面一样，就是你0就变1，1就变0。对不对啊？所以你把一个 statement 把它否定2次，就变成原来的了。没问题吧？这很简单啊，这是所谓的这个否定。好，所以第一个是这个 statement 的，你可以想象运算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个 not 就是否定。那再来呢，两个 statement 中间我们就有一些其他的运算，比方说这个往上的这个。这个是 or，
这 P or Q，P 跟 Q 都是 statement 啊，这两个 statement 的 or 啊，或者说有 or 就有 and， 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就 P and Q，OK？、那这个 or 的定义就是说，这两个里面有一个 true， 它就会 true， 至少有一个 true 就会 true。那 and 就是说两个都要 true， 它才会 true。OK， 好，所以我用这个 truth table 来看，变成这样。比方第一个是这个 or P or Q， 第二个是 P and Q。那 P 有两种可能，1跟0；那 Q 有两种可能，1跟0，所以摆在一起全部就有2乘2，就有4种可能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两个都 false， 一个 false 一个 true， 一个 true 一个 false， 或两个 true。OK， 所以一共有4种可能。P or Q 就是说里面只要有至少一个 true 就会 true 啊，所以这个至少有一个 true， 这个有一个 true 这是 true， 至少一个1就1，有一个1就是1。那两个都 false 的时候，这个 or 才会 false 嘛，OK， 所以这个0，这是 or 啊。那 and 是两个都1的时候才会1嘛，两个都 true 的时候才会 true， 其他 case 都是 false。所以这个上面3个 case 都是0，下面是1。or 跟 and 的这两种可能，两个 statement true 跟 false 的结果啊，这应该很简单吧？然后再配上原来的这个 not， 啊 ，P or Q 你加一个否定啊。那就把刚才这个 or 的结果，对不对？根据定义就是这个的反过来嘛，啊，所以这边就是1变0， 0变1，所以这边1000，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再看一下啊，比方说我把 P 否定跟把 Q 否定。你把刚才那个 P 前面是0011嘛，它否定就是1100。那 Q 是0101，所以它否定就是1010。OK， 好。然后呢，我去看什么？我去看这个 not P 跟 not Q 的and。OK， 啊。那根据 and 的运算，就是说这两个都是1的时候才是1，其他 case 都是0，对不对？所以这两个1是1，那其他3个 case 都是0，因为 and 是这样定义的嘛，啊。好，所以我就得到这个结果。在这4种情况里面，这个 P or Q 的否定是1000，对不对？然后 not P and not Q 的结果是10，所以这两个 case 就一模一样。对不对？在所有 P 跟 Q 的 true 或 false 的4种状况里面，这个结果都一样啊。所以我们通常就说这两个是所谓 logical equivalent。这个东西跟这个两个啊。你看，所有的4种结果 ，truth table 的4种结果都一样，对不对？这两个叫做 logically equivalent。没问题吧？啊，然后通常符号我就把它写成这样子啊，就写成这样子。好，那我这边是用3条横线啊，就说这两个是 logical equivalent。怎么写？可能不同书会不一样啊。那我这边是这样用的。那就这两个是 logical equivalent， 对不对？因为在任何4种true 或 false 的可能里面，它的两个结果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在逻辑上是一样的。
啊，所以是 logically equivalent 啊。那同理啊，我把这个反过来啊，把这个 and 变成 or， 这个 or 变成 and， 这个 and 变成 or， 那事实上我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好，这两个是 logical equivalent 啊，你可以把这整个 truth table 再写一次，那基本上类似啊，我就不另外写了。所以这两个也是 logical equivalent 啊，所以我就把它写成这样。好，所以 P and Q 的not 就是 logical equivalent to not P or not Q。OK， 好，那这两个运算你看一下，就好像怎么样？就是你括号外面做否定嘛，对不对？你就把这个否定，把这个否定，然后把 and 跟 or 就把它反过来，对不对？这个就这样的，所以 not P 原来是 or 就变 and 啊，然后 not Q， 对不对？那这边是原来是 and， 所以是 not P or not Q， 很简单嘛啊，所以这个规则就很简单啊。那这个 law 叫什么？叫 De Morgan's law， 对不对？这两个就叫做所谓的 De Morgan's law 啊。这是逻辑版本的，它还有，比方说后面还有 set theory， 还有集合那边版本的，就都类似啊。这叫 De Morgan's law。那这个 De Morgan 是 Augustus De Morgan 啊，他是1806到1871 19世纪的英国数学家啊，他写过很多本书，他有一本书叫《Formal Logic》，里面他就有这个 De Morgan's law。好 ，OK。那这是这个 statement 的 not、and 跟 or 啊三种运算。那再来呢，我们就要看这个下面的这个跟推论有关的。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啊，就从 P 推到 Q， 写作什么啊？叫做 if P then Q 啊，如果 P 成立 ，Q 就会成立啊。或者我写这个叫做 P implies Q 啊，叫 P implies Q。OK， 好。然后前面这个东西啊，这个 P implies Q， 前面这个 P 我们叫做这个 premise， 就是前提。premise 是前提，那 Q 呢 ？Q 是结论。好，前面的是前提，后面的是结论。前面这个 statement 叫前提，后面的 statement 是结论啊。好，然后呢，这个P implies Q 的 truth table 它是怎么样决定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真假值的。好，那这个 PQ 一样有4种可能嘛啊？00011011。好，那 P implies Q 什么时候是 true 啊？这个定义是这样定义的，就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是 false 啊，从对的推到错的是 false， 其他的 case 我们都定义成 true。
啊，就是 P implies Q， 就是说如果这是错的，那这个 conclusion 也是错的，错的推到错的，这个推论我们是说是多对的啊。只有在对的推论推到对的 statement 推到错的 statement， 这个推论才说是错，只有这个 case 说错啊。那其他的 case 我们都说这个 implication 这个推论是对的。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通常可以这样想啊，就是说，就我刚刚讲说，这个 premise 如果是错的，啊，就是 P 是0的时候 ，P 是0的时候，不管 Q 是0还是1，它这个 implication 都是 true 啊。就是当 premise 前提是错的时候，那个结论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这整个推论我们都说定义成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怪怪的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定义呢？因为这个这个 implication 我要说错，我必须要确定它错，就是我有证据说它错，我才能说它错啊。这有点像这个法律上有句话叫做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啊，这是法律上的一个词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都要假设他是无辜的，除非你可以证明他有罪，在证明有罪之前，我都要假设他无辜。所以呢，只有在这个 case 我们才说这个 implication 是错的，因为原来是对的，你推到错的，那当然这个 implication 是错的，对不对？那其他的 case， 当这个假设 premise 是错的时候，不管他推到什么东西，这基本上 implication 我都只能说它是对的，因为我没有证据说它错的。这是这样定义的，啊，这个 implication 是这样定义的。好，我们下面看几个例子。第一个推论跟你说 ，if elephants can fly， 如果大象会飞 ，then the Dodgers will win the World Series this year。啊，什么是 Dodgers？ 洛杉矶道奇队啊，美国大联盟国家联盟西区的 LA Los Angeles Dodgers。洛杉矶道奇队会赢今年的这个 World Series， 就是美国职棒 MLB 最后那个争冠军，这个国家联盟和美国联盟争冠比的最后那个7战4胜那个东西叫 World Series。如果大象会飞，洛杉矶道奇队就会赢得今年那个美这个大联盟季后赛冠军。那第二个推论跟你说 ，If elephants can fly, then the Dodgers will not win the World Series this year。如果大象会飞，那洛杉矶道奇队就不会赢得美国职棒大联盟季后赛的冠军。啊，这两个 implication 根据我前面讲的，我们都只能说它是对的。这两个推论我都只能说它是对的。啊，为什么？因为我没办法证明它错。我要证明它错，就是大象要会飞，我才有这办法证明它错。因为我没办法证明它错，所以我没办法说它错，因为大象不会飞，对不对？你可以说啊，我要试试看，对，你就想办法让大象飞起来，你就可以看说会不会大象会不会赢嘛？你知道我意思吧？啊，所以这两个 implication 就照我前面讲的，我们都只能说它错，因为你没办法，只能说它对，因为没办法说它错，因为大象不会飞。有没有问题？啊，所以都是你要确切可以说它不对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说它错。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例子的话，你可以把它换成这个，比方说 Dodgers 换成这个 SoftBank Hawks， 这个 World Series 换成 Japan Series 啊，就这个软体银行鹰队或者是这个日本大赛，或者把它换成这个 Union Lions 跟这个台湾 Series 啊，统一狮队跟这个台湾大赛。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美国的例子。
好 ，OK， 那基本上类似 ，x 加1等于 y 加1。OK， 这个推论对不对？这推论是对的嘛？因为两个相等，两边同样加同样的数，这答案当然还是一样。这个推论是对的，对不对？根据你以前学的，这个是对的。这是 true 嘛？对不对？不管 x 跟 y 是多少，这个都对，有没有问题？你以前小时候学的就这样的嘛，对不对？不管 x y 是多少，这个 implication 都是对的啊。所以我现在带两个 case 进来，比方说我 x 用1/2代，y 用0.5代啊，1/2等于0.5，所以我推过来就变成 x 用1/2代，所以1/2加1等于0.5加1，啊，这个原来就是对的，对不对？1/2等于0.5，这个是对的，没错嘛啊。然后1/2加1等于0.5加1，这个也是对的。所以对的推到对的，根据我们前面讲，这是 true 嘛啊，没问题嘛啊 ，OK， 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好，那我现在带别的啊，比方说我 x 带2，y 带3，啊。好，我说 x 带2，y 带3，我带进来前面那个式子就变成这前面的 implication 就变成这个 implication， 对不对？那这个第一个x 2等于3，这是 false， 对不对？就这个 statement 而言，它是 false。那2加1等于3加1，3等于4，这个 statement 也是 false。哦，所以 false 推到 false 是 true 嘛？没问题嘛，对不对？因为刚才这边我跟你讲，不管 x 跟 y 是多少，这个 implication 都对，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个 false 推到 false， 你必须要定义成对，不然你前面就不对了，就不一致了，知道吧？因为这个 implication 不管 x 跟 y 是多少，这个 implication 都是对的，没问题吧？所以我现在 x 带2，y 到3，这个 implication 还是要对。所以如果你把 false 推到 false 定义成 false 的话，那就跟前面就矛盾，就不一致了。没问题 ，OK， 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好 ，x 等于 y， 啊，然后我可以推到，把两边都乘上 z， 啊，所以 xz 等于 y 乘 z。刚才是把两边同加一个数，先把左右两边同乘一个数。那这个根据你以前学的，这个也是 true 嘛？这个推论是对的，对，没问题吧？两个相等，两边同乘一个数，答案这个还是成立嘛？所以这个推论是对的，这根据以前学的啊。然后呢，这个会对，也是不管 x 跟 y、z 是任何的数都会成立，对不对？因为本来就这样子嘛啊。好，所以比方我把这个 x 带2，还是一样跟刚刚类似。y 带3，然后呢，我把 z 带0，好 ，OK， 那原来这个 statement 2等于3，这是 false 嘛，对不对？那这个得出来2乘0是0，左右两边都是0，所以这是 true 的。OK， 那 false 推到 true， 这个是 true，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根据我们定义的，这是 true， 对不对？然后为什么 true 呢？你从这边看也是嘛，因为我这个推过去，不管 x 带、y 带、z 带多少，我都要成立 ，always 成立，对不对？所以我说 x 带2、y 带3、z 带0，所以我还是要成立。所以我这个 false 推到 true 还是要定义成 true， 不然这边又不一致了，有问题？所以我前面这稍微是告诉你理解一下为什么前面那边那个推论要那样子定义，不然很多东西就会不一致了。啊，我必须只有在对的推论到错的时候，才能说那个推论是错的，其他的 case 都要说是对的。那边就有两个 case， 一个是 false 推到 false， 我必须要说它 true， 还有 false 推到 false， 但是 false 推到 false， 这是 false 推到 true， 这两个 case 我都必须要定义成它 true， 不然就不一致了。有没有问题？这是两个例子让你理解一下为什么那边要那样定义啊。
所以就是说，只有在我很明确知道这个推论有办法证这个推论不对的时候，我才能说这个推论不对，不然其他 case 我都必须要说，就只能说这个推论是对的。OK 啊，所以这边基本上有点在解释那个真假指标为什么要那样定律。回到这个前面这个推论的部分啊，所以刚才是这个 P 到 Q， 若 P 则 Q，if P then Q， 然后现在就是这边还有一些变化。好，刚才是 if P then Q 对 ，P implies Q， 如果把它反过来写，是 Q implies P， 那通常这个叫做converse。好，这个以 P implies Q 这个推论的 converse， 啊，就是反过来，这是 if Q 点 P 是 if P 点 Q 的 converse， 啊，然后还有一个啊，还有就这是一个方向嘛，还有一个两个方向推的，这是若 Q 则 P 啊，这个是弱且为弱啊，就弱且为弱 P 则 Q。所以通常就写成 if P if and only if Q。弱且为弱，有两个可以互推的啊，所以这个两个方向的意思就是，就 equivalent 成什么啊？就 equivalent 成 P 推到 Q 成立，而且 Q 推到 P 也成立。这两个方向都要成立的，就写成这个弱且为弱 ，if and only if。原来是若 P 则 Q， 然后反过来就是若 Q 则 P， 那这叫原来的 converse。如果若 P 则 Q 成立，若 Q 则 P 也成立，我就是若 P 则 Q， 这两个可以互推的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两个方向都要成立。好，那还有一个叫做这样的。就是从原来那个若 P 则 Q 变化出来的，啊，就是若非 Q 则非 P， 就是 not Q implies not P 啊。那这个东西叫做原来这个 statement 的 contrapositive。就是说 P implies Q 的 contrapositive 就是若非 Q 则非 P。好，这个你如果从这个 truth table 这个观点来看，它会怎么样啊？